这支枪其实整体外观设计我还很不满意这一点，90度的火控，妈，这真的是什么垃圾设计？我也不懂为什么螺丝费没几毛钱不给我长一点的？这个可是共军珍品，这个汉武的它真的是个垃圾。我平时有时候还有一个这个后路上的垃圾红点好想破千赞啊！顺手按个赞，让你人生变灿烂。本频道由宝岛阵地边境战场现代战场场地提供，让对手完蛋就用 TBRM BB 弹，说明栏以及置顶留言里面都有购买链接。大家好，我是福尔摩沙的胖胖兼厨师。大家一定会觉得为什么一个枪队会有厨师，这是一个很奇葩的职业。因为我们枪队基本上所有的大活动都会在现场煮饭。其实三国志第一届、第二届我们参加就直接在现场煮了一大碗牛肉汤，全部人都在看我们喝汤吃饭，所以我就是在负责煮饭的那个人。今天就受五阿哥邀请来介绍我自己下场用的电动枪。我家还有一堆你们没有的收藏品，那我等一下拍照给你们看，让你们羡慕一下。一堆马路一限定枪，早就都绝版了。我家枪很多啦，但是最近我比较常用就这一把摩的的，算 AR15吧。然后买的是原厂的，就是电子扳机的版本。当初就是看到这个电子扳机，直接是那个泰坦他们那家的电子扳机，就不是台湾厂商出了一些乱七八糟电子扳机，就想说买来用看好了。买了之后其实打起来反应跟手都还不错，但是我有一点真的很想抱怨，就是摩的他妈进他们的电子扳机，结果没调整器卖，不管是蓝牙的还是 USB 的，摩的都不卖。他妈没卖调整器，我们要怎么调扳机？根本没办法调啊！有个白痴的要自己去找。弹夹是特卖会买的，看这弹夹很好用超好用的，它是透明弹夹，还标注大概的发数，解决了你很多有时候无声弹夹黑色你看不到底，然后每次都填到卡死，这刚好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其实摩的它还有一个这个，我一直觉得这一块。有没有这一块防尘这块片？我超喜欢这个东西的，因为一般电枪它这一片都超级摇晃，但是摩的这一片它设计的很密合，不会像一般电枪那边晃来晃去的，就上下晃来晃去，拉动也很顺，它也不会什么拉到一半就突然给你卡死。那它原本是可以拉到自动后定啦，但是里面那块我在拆的时候被人拆坏了，还在交零件，零件来了就可以把它修好。不然它有自动后定释放的功能，释放钮也是有用的，而且它释放钮的压感很明确。非常舒服，然后其实这个握把我也觉得不错握。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的护弓有稍稍加大一点点，这个加大护弓我戴手套也都觉得蛮好握的，但是缺点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枪身这边是一体的，所以如果你要改护弓什么的都没得改，这算是它的小小的缺点。它现在做标准通用2代棒子齿轮，其实我觉得还不错。我里面已经齿轮活塞全换，原厂天梯还是塑胶的，虽然说那个后脊齿是金属的，但是你都已经卖到12000、13000了，就不能给我全金属的天梯吗？我直接去网络上订了钛合金天梯了，所以不久后这个天梯我会把从全钢换成钛合金的天梯。这支枪其实整体外观设计我还很不满意这一点，90度的火控，妈，这真的是什么垃圾设计？我切扳机的习惯就是直接到中间，所以我很常不小心就直接开到连发，这个45度才是单发，让我有时候很不习惯。我说真的我下场前也没有少这多转这一段来让我可以速度更快的切换单连发，所以我觉得很没有意义。你看这个为什么这颗螺丝是银色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原厂螺丝太短，开过之后再锁回去就发现滑掉牙了，所以我就换了一根长一点的螺丝。我也不懂为什么螺丝费没几毛钱不给我长一点的？螺丝那个你可以去五阿哥的露天，你可以看到它有卖很多其实枪内用的螺丝，价格都很便宜，而且都是不锈钢的，比原厂的那个铁螺丝还要耐用，还不会容易滑牙。这个是在红星买的，我都叫它胡椒罐啦因为我不怎么研究真枪世界的东西，我都叫它胡椒罐。我觉得这个火帽蛮帅的，它抽开可以就是火帽插回去。我当初买它只是因为帅，所以我也不知道买它干嘛，因为它也没有延长多少枪管，而且更何况我内管只做到这里来而已，因为再上去初速就太高了，我内管超短。我最常用的瞄准镜其实是这个攻击鹰加我们 RST 卖的汉武
汉武瞄准镜，这个可是共军珍品。这个啊，汉武的啊，它真的是个垃圾，因为它的特色是智能瞄准镜，但是很白痴的是它是白光。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这是什么垃圾设计？为什么你他妈不用个红光、绿光，能用白光？白天那么亮，你什么小都看不到。还有平时有时候还有一个这个后路上的垃圾红点，也不算垃圾啦，就是垃圾红点。垃圾是我的习惯的说辞啊。它的我觉得唯一最大的优点就是啊，它让我省很多电池。因为这颗后路上我大概3年换一次电池，它的续航力真是太好了。啊，这个后路上我已经忘记什么时候买的了，也用了有一段时间了。基本上我对我的瞄准镜我都把它们当垃圾在看，所以没有特别保护它，也不会用什么保护壳什么，就觉得很白痴。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后路上面都有刮伤什么的。我另外一只 Vortex 也是从那个狙击台上面摔下来过，我觉得反正可以继续用，真品不就是应该有这种强度吗？保护它什么的太白痴了吧？毕竟都是垃圾，所以不需要太保护它。啊，很多人一定会有疑问，为什么这样搭？其实我觉得这样意外蛮好用的，就是因为汉武它有一些什么测距仪的功能，我蛮想要用的，但是这玩意没有。其实好像有测距的点啊，但是我都不太会看，所以我就看汉武这一颗。然后再加上，其实我觉得这样用蛮好用的，因为它近距离我直接看汉武的归零点，远距离我直接看 Vortex 的归零点，真的超好用的。我真的推荐大家这样搞。但缺点就是你的瞄准镜是要有1倍的倍率功能，要不然你开太高倍率，其实汉武的一些点它会放大，所以你就看不到。然后这个归镜的以外，它还可以就是当我的瞄准镜的保护盖。怎么说呢？1万多块的镜用3000多块的保护盖，很合理吧？非常合理。保护它什么的太白痴了吧？毕竟都是垃圾，所以不需要太保护它。哦，对吼，我这个人啊，下场从来不背枪背带。不觉得枪背带裹在身上，你拉起来还有东西拉着很烦吗？我下场从来不背枪背带。然后你问我换手枪怎么办？我要么一只手拿手枪，要么把枪丢在场地上。场地随便找个地方放，不会有人偷啦。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很紧张，好像说枪只要放在场上30秒就会消失。没有好吗？我每次都是我换手枪丢在场地上，然后掏手枪出来打完之后再回去捡枪。枪背带确实啊，如果你背枪背带可以这样一直拿着，但是你不觉得重吗？我是觉得很重。其实我家有1-2条朋友送我，我把它丢在家里没有在用。这支枪它还有改那个4UA第2皮，但是现在看不到4UA第2皮跟 TNT 的管。4UA第2皮其实我觉得打起来效果还不错，弹道还算 OK 啦，因为毕竟 TNT 的管再加4UA第2皮，其实效果意外的不错。如果有想要用一样的，其实可以考虑一下。TNT 管是 S 加的哦，我没有买 S 加以下的管哦，我加大概10几支 TNT 管吧。然后里面还换了零速的5代无刷马达。然后我为什么会选零速5代？红星我们就有卖零速的4代的那个无刷马达，但是4代它的缺点是它的调速器只有2段，就是高速跟低速你可以去我们红星的官网看，它有很多介绍，你可以知道它的最高速跟最低速。我最后没有买4代，选择5代，是因为5代你可以再买这个是零速的调速卡，这颗马达可以从1万转到46000转随意调整，这就是我买5代的原因。这个除了是调速器以外它也是一个非常酷炫的测电器，我真的觉得这是我看过最帅的测电器，就当做一个附加功能，其实还蛮不错的。4代其实便宜了，网络上买的话4代应该便宜了1000多块了，5代大概会再贵1000多块这个我要抱怨一下，干摩的原厂都已经卖到1万多块了，虽然是钢齿但是还是粉末冶金齿，真的是有点傻眼。然后我无刷马达干上去大概30秒吧，直接报废。所以里面又换了另外一间也一样是大陆来的，叫什么星河实验室的彩卡，它是 CNC 钢齿，因为 CNC 一体切割的绝对会比你粉末冶金的还要强。它是用那个40RC 钢CR 钢40CR钢，这个标准不是台湾的标准，所以你查应该是查不到。但是换算台湾标准，其实它是很硬的钢体。然后我顺便换了齿比，然后不小心把这支的循环射速弄得稍微高了一点，现在1秒大概35发。其实我觉得还不错但是你要买到彩卡，因为它其实蛮安静的，打起来不太会有齿轮的噪音，但是缺点就是稍微贵了一点。我查台湾一组都要卖到1400，有能力的人就自己想办法去弄吧。
没能力的人就只能给人家杀了。拍头的部分我就是直接拿天力的拍头，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它的气密效果超好，所以我基本上我朋友枪全部都改这个东西啊。它原厂的拍头还是没有培林，没有那个培林的，但是它原厂的尾顶杆是有培林的，我觉得还不错。那摩的它这个还有，其实一开始他跟我说初速可调，我以为是跟 KWA 一样，就是5段可调，但是它其实只有2段，初速就只有高初速、低初速啊，中间相差10而已。那它还要附一支超长的6角扳手让你捅进去可以调，但是我已经把它搞丢了。你随便买一支够长的6角扳手就可以捅进去转。那它的弹簧也是做快拆，所以基本上你捅进去可以直接把弹簧抽出来，然后直接换初速。哦，对哈，来我的后托，来摩的的后托，我这个后托虽然说我一直说摩的是垃圾，但是这个后托我很喜欢，因为它只要这样抠就打开了，还有超大的电池空间，然后跟它这个走线啊，哦，我超喜欢这个走线的。一般的电枪电线都是走里面这一条，就是走管子里面，有没有？管子里面，管子里面，我每次塞电池的时候跟电线挤在一起，烦死了。所以它这边特别把电线用在我们的下导杆这里面，它把电线藏在这里面，所以它不会有任何跟电池跟电线塞到，我电池很轻松就可以全部推进去，超好用的。其实我觉得我买摩的只为了一个东西，就是这套电池扳机，什么小都没有，这就是个垃圾。就是为了电池扳机跟这个外壳，剩下的不重要。OK， 今天差不多就介绍到这边了啊。如果有兴趣加入我们福尔摩沙的话，我只能跟你说没机会，因为我们是随缘收队员的，所以你有机会遇到我们玩得起来、玩得开心，我们才会加队员，不然我们平常是很少公开收队员的。有机会加我们队伍的话，就可以吃我做的饭，然后还有我们枪队各种奇怪的活动。我们今年队庆，我们每年都一定会办队庆。你看我们今年队庆懒得煮饭，就叫了30-40片披萨来吃，超爽的。喜欢这部影片，大家记得按赞，记得加入阿哥的那个订阅小铃铛。记得按导赞哦，因为我都专门按导赞的。有兴趣想要介绍自己的枪的话，可以一起来参加，顺便介绍自己的队伍记得我们今天你看，我今天穿吴阿哥的衣服，一定要买他的衣服，其实都真的蛮好穿的啦。我自己平时没事都会穿，也不贵啦。说实在的，你一件衣服500-600，你随便去买 Uniqlo 不也是500-600，1000多块吴阿哥的也是500-600，1000多块，你为什么不买他的？又好穿，对不对？好，就这样子大家就拜拜。